沈总，我知道3天后就是您和苏小姐的婚礼，但她的检查结果显示确诊感染了疯犬病，这种变异毒株通过异液就能传染，而且致死率100%啊！疯犬病？可我们家并没有养狗，小唐怎么会染上这种病？你们会不会搞错了？千真万确，只是现在症状还不明显，但按照病程发展，1个月内就会病发身亡。但好在黄宇医药的全球首例疯犬变株疫苗已经进入最终临床阶段，苏小姐有救了。小玉，吩咐下去。 给我不惜一切代价，加速疫苗研发。沈总放心，集团投入了半数资金在这项目上，研发团队24小时轮班，1周内必定问世。3天后就是您和苏小姐的婚期，一定没问题的。奇怪，小唐亲口告诉我他最怕狗，还对狗毛严重过敏，看见都会绕道走，怎么可能会得疯犬病呢？等等，我听小唐提醒我，她的前男友当年就是疯犬病发死的。但是这种变株病毒从感染到病发，最多只有1年。 苏小姐的前任已经走了3年，如果真的被她感染，不可能现在才发病。难不成你怀疑苏小姐和前任还有？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？3天后就是我们的婚礼，但这段时间忙着出差，确实有些忽略她了。还是先回家再说吧。亲爱的，让你扮成狗陪在我身边，你恨不恨人家？恨，我恨不得天天黏着你。只是可惜沈旭那个冤种还不知道，跟你朝夕相处的宠物狗，竟然是我。3年前你装疯犬病发假死，我趁机靠近沈勋，现在又让你天天钻进那身狗皮里，看你这么委屈，人家都心疼死了。 不过3天后就是我和沈浩的婚礼了，等他在婚书上签下字，整个寰宇就是咱们的了。是啊，我们做了这么多，不就等这一天吗？再忍耐几年，绝了！你这胳膊怎么回事？之前还好好的。你说这个啊，前段时间被路边的野狗咬了一口，放心吧，不影响我的威猛。好了，趁那个冤大头出差。 快让我泄泄火！又怎么了？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的，不光头疼，还总是流鼻血。我看你是馋我的身子吧？既然这样，这次就玩的再野一点。小童，还好我及时稳住没露馅儿，这人居然半路折返，简直要坏了我的全盘计划。 亲爱的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一只狗？哪儿来的？还有，你刚才在干什么？我全都看到了。木木是我前2天刚接回来的。你最近一直出差，家里太冷清了，就想养只宠物陪陪我。我看它的毛打结了，就想着梳一下。你说刚才看到什么了？梳毛？可是我刚刚明明看到一个男人，你亲口跟我说过，你从小最怕这些动物，看见都绕道走。 还说对狗毛严重过敏，现在居然直接养在家里。我这些年慢慢适应了嘛，而且我提前问过了，木木不怎么掉毛的。那这些呢？这也是养狗用的。这是最新款的狗绳，我听说这种训练搞狗狗最有效了。蜡烛是刚才突然停电，我从抽屉里翻出来的。倒是你，我们这么久没见，我在家都想死你了。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？ 怎么可能背叛我呢？好，这些我都不管，我只要你老实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的前男友林真死了？死了，3年前就死了。我还带你去扫过墓，你忘了吗？好了好了，别说这些了。木木，来，快给爸爸打招呼。沈勋，今天老子给你当狗，等我们拿到黄宇，也让你尝尝当狗的滋味。你看，
他多喜欢你。木木很乖的，从来不乱叫，也不会咬人。我到底在怀疑什么呀？毕竟这只是一只狗而已啊。我们婚期在即，集团的研发进度也在加快，可能是我最近压力太大了。这段时间你一个人在家，辛苦你了。阿轩，3天后可就是我们的婚礼了。为了你，这一切都值得。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家里没人抽烟，这烟头哪来的？难不成你想告诉我，是他抽的吗？该死，是老子刚抽的烟。苏达，就算是江湖在，到底还有多少时间瞒着我？陈军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怎么知道哪来的烟头？难不成你怀疑我在家里藏了男人？3年，我跟你在一起3年了，你竟然这样质问我？我只是想知道真相。可能只是木木是为了要回家的，至于让你这么怀疑我吗？我为了你，连自己最怕的狗都养了，就想让你回家热闹一点。你呢？你一回来就这样质问我。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，那我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木木，我们走，不理他。不对，进门前我明明看到了他在和一个男人，可是我进来那个男人就消失了，而且他向来温柔，从不发脾气，怎么提到狗就突然像变了人？我倒要看看这只狗到底有什么名堂。沈总，您的意思是怀疑家里的那只狗是人贩的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起初也不相信，但越想越奇怪。我之前亲眼看到路边的小狗把它吓了半死，怎么可能就突然适应了？还有，我一提到那只狗，它的反应就这么强烈。更何况，在浴室门外那个场面，我看得真真切切，分明就是2个人。您先别着急，等狗毛的化验结果出来，一切就都明白了。对了，苏小姐患疯犬病的事情，您说了吗？还没有，我怕她担心。本来打算等疫苗研制成功后再说。她的疯犬病会不会跟林明有关？我总感觉林明压根儿没死，甚至和出现在我家的那只狗脱不开关系。沈总，毛发样本的检测结果出来了。怎么样？这是真毛还是假毛？当然是真的毛发呀！显微镜下的毛鳞片结构清晰，皮质层完整，不是您怀疑的人造纤维。您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木木真的只是一只狗而已，您就是这段时间压力太大了，想的太多了。可能真是我想多了吧。看来我要回去给小唐好好道个歉了。我已经从毛发样本上看出您的难言之隐了，肾虚阳痿可拖不得。要不要我给您推荐一家靠谱的男科医院？什么意思？是说这不是狗毛，而是男人身上的毛发？什么意思？你是说这不是狗毛，而是男人身上的毛发？沈总，您去哪儿？我要当面找苏唐问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又发什么疯？怎么进来也不敲门啊？我刚才拿浴室掉落的毛发去医院检测，那不是狗毛，而是男人的体毛。你在说什么啊？什么男人的毛？木木就是一只狗啊！好，它是狗对吧？我现在就把它宰了，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。别走，他要来真的。不要，你不能伤害他。现在还护着他，你们果然有事。亲爱的，我求你了，你冷静一下，我告诉你实话就是了。说。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。其实木木不是我领养来的，而是我和黎明之前一起养大的。
黎明走后，他就被寄养在朋友家里，他现在只有我了。我知道你怀疑我，可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。黎明的事情早就过去了，我爱的人是你，一直都是你。那男人的毛发怎么解释？今天早上我带木木出去遛弯，你知道的，邻居大哥喜欢养狗，他看木木可爱，就蹲下来撸了它好一会儿，可能是那时候留下的吧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一回来才带他去浴室梳毛洗澡的。我之所以不敢告诉你木木的身世，是怕你会因为黎明吃醋。但我敢保证，我说的话都是真的。原来是这样，你说的对，这个小家伙是无辜的。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太冲动了。你终于肯相信我了，我好怕，好怕你不相信我。好了，马上就是我们的婚礼了，我可能最近真的压力有些大。到时候我要让你做全世界最美的新娘。小唐，你放心，婚礼前我一定会研制出风犬疫苗，当做最好的新婚礼物。婚礼那天，我保证让你健健康康的站在我身边。沈总，打扰您了。前几天您家有陌生访客登记进入小区后再也没有出来，我们需要向您核实一下。我们家的访客，最近没听说有客人来拜访。你确定这上面的名字是真实的吗？当然，咱们这是高档社区，但凡出入的陌生访客都要登记实名证件的。我问你，苏唐最近经常遛狗吗？我在这工作这么久，各家各户的狗我都熟，可苏小姐，我从来没见过她遛狗。苏小姐前不久还投诉过物业，说自己对狗毛严重过敏，让我们提醒其他业主遛狗时绕开您家门口。就因为这个原因，隔壁养狗的大哥上周就搬走了。隔壁养狗大哥上周就搬走了，怎么了？苏小姐现在不过敏了？没事，谢谢你的提醒，辛苦了。苏唐，你一次次的骗我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还有，3年前死掉的黎明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他是假死？小玉，马上备车，去西山龙园。吓死我了！刚才差点就露馅了。怕什么？那个冤种不是已经被你哄得团团转了吗？你看他刚才那副愧疚的样子，就差给你跪下。你还笑得出来？他刚才拿剪刀的时候，我真怕他直接捅过来。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这心该有多疼啊！幸好没被审讯发现，以后注意点，别什么东西都往地上落。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这是什么？风犬病变异毒株确诊，这是沈毅落下的，难不成他得了风犬病？真的确诊了，而且是变异株，100%致死的那种。真是老天有眼啊！我当初只是谎称风犬病驾死脱身，没想到他审讯还真得了，真惨。是啊，这么一来就别怪我们抢了他的公司，是他命中压根就没有人死，这是老天爷送给我们天大的礼物。今天还真是双喜临门，来，我们提前庆祝一下即将到来的好日子。又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头突然昏了一下，最近总这样，我们继续，别小心。沈总，您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婚期在即，可苏唐一而再再而三的骗我，从他嘴里已经问不出什么，只能我自己来。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，但环宇是我的心血，我不能拿他冒一点风险。沈总，如果是我错了，我会亲自道歉。小玉，帮我一起刨了这墓。苏唐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瞒了我什么事情。棺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会这样？沈总，你快看！沈总，这棺材里还真的埋了人，看来您真的错怪苏小姐了。
难道真的是我错怪他们了？这段时间您压力太大了，不仅要忙3天后的婚礼，又要操心疫苗研发，现在还得应付苏小姐的事儿，换谁都得胡思乱想。可事实摆在眼前，黎明确实已经走了3年了。我竟然做出这种事情，大白天竟然跑来挖了未婚妻前男友的墓。要是传出去，别人一定会笑话我，让小唐知道了，他该多伤心啊！哎，你看这家人真是奇怪，给狗买一块墓地埋进去，现在又挖出来，这不是吃饱了撑着吗？谁说不是呢？现在的有钱人想法真搞不懂。二位，请留步。你们刚才说什么？什么狗？我说这棺材里埋的是狗啊，怎么了？你怎么知道是狗？我亲眼看见的。3年前我来扫墓，就在这块墓地，一男一女给一只大狗下葬。我当时还纳闷呢，头一回见人给狗买这么贵的墓地，而且你看这骨相，头骨和牙齿分明就是狗啊！是不是这2个人？对对对，就是他们。当时俩人还在这墓前有说有笑的，好像在得意什么，真是搞不懂。沈总，这……所以，黎明压根没死，死的只是一条狗。那家里的那只狗一定就是黎明扮的吧？为了骗我，还真是不择手段。疫苗研发的怎么样了？大家效率很高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就能宣告成功。通知下去，这段时间大家辛苦，从现在开始所有人放长假，研发全线暂停。什么？沈总，那苏小姐的病……照我说的做。是。3年前假死，3年后扮成狗住进我家。苏唐、黎明，你们这出戏演的可真够久的。亲爱的，你回来了，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？怎么？我回自己家找自己的准新娘还要打报告啊？只是你一个人在家，怎么也穿得这么漂亮？当然是为了等你啊，不然我还能穿给谁看？小唐，我想通了，3天后就是我们的婚礼，马上就是一家人。既然木木对你这么重要，那我就接受他。亲爱的，你真的这么想？当然，今天是我不好，疑神疑鬼的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既然木木以后也是我们家的一份子，我就得给他最好的。我特意给木木准备了一份礼物。礼物？什么礼物？是豪华狗屋还是进口狗粮？这些怎么够呢？这是什么？我刚才说了，既然是一家人，那就要给木木最好的。这是别人特意从农场运来的上等黑猪肉，本想是送给爸妈做菜的，可我看木木这么可爱，就特意把猪腿留给他了。这样啊，好吧，我晚些时候就炖给木木吃。别晚些时候，就现在，生的才是纯天然的。啊，你要让木木吃生的？可这上面的血渍和猪毛还……木木不能吃这个。为什么不能吃？木木是狗又不是人，我们老家的狗可喜欢吃生猪腿了，过年杀猪的时候都围在旁边流口水，它们的天性如此。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有什么紧张的？我就是觉得这么好的食材给木木岂不是浪费了？我沈家家大业大，还不能惯着一只狗吗？今天就让孩子开开荤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木木乖，这可是爸爸特意给你准备的。今天有我在，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猪腿管够。妈的，沈勋，你跟老子来真的！怎么不吃呢？来，木木，别害怕，爸爸亲手喂你。还来？儿子，儿子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大白天的，你在家拿个猪腿瞎晃悠什么呢？爸妈，你们可算来了！沈勋他疯了，
他竟然把生猪腿塞进木木嘴里，你们快管管他！既然家里来了新成员，那自然要好好招待。这种顶级食材，我们是该好好料理，但对一只狗来说，那可是天然大餐啊！外面的野狗还羡慕不来。不就是一只狗吗？至于闹成这样？3天后就是你们的婚礼了，别为了畜生伤了和气。就是，都这么大的人了，堂堂集团总裁，婚期在即，不去忙正事，反而在这招猫逗狗，赶紧扔了，别人看到像什么样子？就是，我养只狗到底碍着你什么了？你今天怎么总是和他过不去？我为什么这么做？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你没听到爸说的吗？赶紧把猪腿拿走，臭死了！苏桃，事到如今你还在装，给我老实交代，你和林明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林明已经死了3年了，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？行了行了，不管什么事儿，先把这烂摊子收拾了。你也是，一只狗而已，至于把家里搞成这样，传出去丢不丢人？就是啊，一只狗而已，沈勋你至于吗？木木就是一只普通的狗。对，一只狗而已。那你慌什么？我没慌，是你也在发疯。木木体质差，这种生肉没有杀菌消毒，甚至连洗都没洗，万一感染了什么寄生虫，他会没命的。感染？既然这样，倒不如给它绝育，一了百了。毕竟对狗来说，绝育能预防很多感染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绝育。王医生，绝育手术准备好了吧？我们现在就带木木过去。什么？我绝育？你们这群混蛋！我不是狗，我是人！不要，亲爱的，求求你不要这么对他！小唐啊，别哭了，就是给狗做个绝育手术而已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这种小手术是不会出问题的。小姐您放心，王医生是院里最好的外科医生，绝育手术做了上千台，从来没出过事。手术后狗狗专心干饭，身体肯定倍儿棒。怪不得它叫木木，林明的林字拆开，就是2个木，对吧？我说过，林明已经去世了，你干嘛要为难一只无辜的小动物呢？为难？这怎么是为难呢？你没听护士说吗？这是好事情。我只是想给我的未婚妻的宠物狗做一个健康的小手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就算心疼狗，也不能拦着不让做啊，这样对它身体好。亲爱的，我求你了，木木他从小身体就不好，麻醉对他来说太危险了，咱们不做了好不好？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晚了。林总，手术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开始。这是麻醉，不要扎下来。沈勋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3厘米，2厘米，1厘米，准备下刀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停电了？是你拉的闸，苏唐，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亲爱的，这手术真的不能做，算我求你了，放过木木行吗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有我在。你还真是嘴硬，所以为了保下一只狗，你不惜断了全医院的电。你至于这么抠字眼吗？木木是我的狗，我就是心疼它，不想让它受罪，怎么了？我要什么做？沈总，那绝育手术还继续做？不做！都给我滚下去！沈勋，我不知道你到底搭错了哪根筋，一直和木木过不去。但今天有我在，谁都不能碰它。家人，苏唐，你对这只狗的感情是不是有点太深了？那又怎么样？我就是心软，不行吗？我们在一起3年，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？你要实在看不惯，咱俩就别过了。不过了，你舍得吗？哦，不对，是你。
舍得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儿子啊，女孩子心软，小唐这么说倒也能理解，那怨了。是啊，婚期在即，你非要和一只狗过不去干什么？又是拉电闸，又是做手术的，至于吗？狗，你们倒不如亲自上去看看，木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亲自看看，你这孩子怎么神神秘秘的？我倒要看看，这狗到底有什么名堂。妈，你别听沈勋瞎说，木木不是狗还能是什么？这手术室里细菌多，您还是别摸了，省得沾上什么不干净的。行了，你这个当妈的也陪儿子胡闹，不就是一只狗吗？不做绝育又能怎样？什么事儿能比得过全家和和气气的？这件事儿到此为止。儿子，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听妈一句劝，别闹了。我和你爸这次就是来替你张罗3天后的婚礼的，正事要紧啊！亲爱的，你消消气，我知道你介意木木的身世，所以你才跟他过不去。是，木木是我和黎明一起养，但黎明已经死了3年了，你到底在纠结什么啊？原来是这样，儿子，你绕了这么大的圈子，竟然是在吃一个死人的醋。小唐说的对，人都没了，你在这自己较什么劲？就是过去的事情都不提了。小唐现在是你未婚妻，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该往前看才是对。苏唐，当着爸妈的面，你还真是会转移矛盾。亲爱的，我知道你有的时候心眼小，但爸妈说的有道理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你真的没必要钻牛角尖，别因为这点小事耽误了我们的人生大事，行吗？你少给我扣帽子，狗绝育是小事，但人的死活可不是。既然今天爸妈都在，就当面说清楚，黎明到底是死是活，你到底有没有背叛我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是死是活？难道人没死？黎明他当然是死了，这件事爸妈是知道的，难不成你怀疑我出轨一个死人？沈勋，哪有你这么侮辱人的？行了，在外面说这些干什么？真是不够丢人的。小唐啊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兴许最近压力太大。你放心，我们帮你管教他。是啊，臭小子，自家媳妇儿都这么说了，你还在这钻什么牛角尖儿？走吧，婚礼的准备事项还有一大堆呢，别在这儿耗着了。没事了，亲爱的，我们下半辈子还要一起过呢，别怕，都结束了。亲爱的，苏唐，你叫一只狗亲爱的，还跟他说下半辈子。小唐，你这话说的，妈怎么听着怪怪的？你对一只狗说什么下半辈子啊？是啊，小唐，狗又不是人，它能活几年？哪来的下半辈子？你这不是急糊涂了吗？叔叔阿姨，你们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木木从小就跟着我，我早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了。我说的下半辈子，是想着咱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，当然也包括木木啊。原来是这样，看吧，儿子，我就说小唐重情重义，将来肯定是个好儿媳。是啊，心地善良，对一只狗都这么有爱心，何况是对人呢？小唐这孩子没得说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放心，我和沈旭以后一定好好过日子，我会尽心尽力照顾好他，照顾好这个家。毕竟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他的父母就是我苏唐的亲生父母。亲爱的，你说对吧？苏唐，当着我爸妈的面，你可真会演。沈总，虽然手术没做成，但木木的检查费用还是要结一下的。不过我看了看这份血液检测报告，好像有点奇怪啊。完了完了，怎么把这回事给忘了？要是让他们看见报告上的人体特征，那黎明不就全暴露了？报告给我吧，多少钱？我来付。爸，木木是我的狗，他的费用就不劳烦您了，我自己来就行。苏唐，你抢什么？你就这么担心这份报告被人看见吗？我只是不想让爸妈替木木操心而已。
木木是我的狗，他的事情自然要我负责。行了行了，教堂懂事儿，不想花我们的钱，年轻人有自己的担当，挺好。王医生，刷卡吧。苏小姐，您真的不看看检查报告吗？我从业这么多年，经手过无数猫狗，但你家木木的血液报告真的很奇怪，所有指标都不像是狗的，反而更像是人。人？好，王医生，那你不妨把话给我爸妈说清楚，这报告是像人，还是它本来就是人？医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这狗怎么可能是人呢？沈太太，我不是说它就是人，只是这份血液报告里的很多指标跟犬类的正常范围对不上，反而更接近人类的数值。那正好，安排木木拍个片子，万一是有什么潜在的疾病，也好及时治疗啊。我们要亲眼看看木木到底生了什么病。好，我们这就去。不用了，我们家木木看着这么健康，能有什么病？他在家能吃能睡，活蹦乱跳的，哪来的病？可是苏小姐，这些数值真的不太正常。我们家木木是大型犬，长得本来就大，能跟那些小猫小狗一个标准吗？他的情况我最清楚，就不劳您操心了。那些病例报告，您那边直接删了吧。好吧，苏小姐，哪有什么情况你再联系我。嘴上一边说着心疼狗，可报告出了问题，倒是一眼都不肯看。苏唐，你这爱狗的方式还真是矛盾。小唐，既然到了医院，哪有不看的道理？咱沈家家大业大的，还能连只狗都治不起？你别心疼钱，该查就查。叔叔阿姨，沈勋经常出差，平时只有我自己在家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只有木木能陪着我。虽说我马上就是沈家的儿媳了，但我不想什么事情都麻烦你们二老。木木是我带来的，理应是我负责到底，他的事情就不让你们操心了。小唐啊，妈理解你，一个女孩子在家确实孤单，养只狗解解闷儿也是好事。是儿子，既然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小唐总在家闲着也不是个事儿。公司副总裁的位置不是一直空着吗？倒不如让小唐顶上，以后也好帮你打理公司，做个贤内助。爸，这合适吗？我没什么经验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都是一家人，早晚的事情。亲爱的，我是真的想帮你分担一些，我不想天天在家闲着，我也想有点事儿做。但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怪我把木木接了回来。好啊。你答应了？爸说的对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公司的事你迟早要接手，副总裁的位置你来做，我放心。亲爱的，谢谢你还愿意相信我，我一定好好干，不让你失望。不过既然你以后要来公司上班，木木一个人在家也会孤独。你想对他干什么？我还能干什么？再坚持下去，倒显得我很小气一样。我特批木木可以和你一起去公司。真的？亲爱的，你真的太好了，你听到了吗？你也能去公司了。叔叔阿姨，那我就先回去准备了，今天真是麻烦你们了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这孩子真是懂事儿。行了，儿子，我和你爸也走了，喜宴那边还有我们去盯着呢。沈总，按您的吩咐，我把检测报告的备份偷偷留了下来。我敢保证，木木绝对不是狗。还有一件事，从血液报告的指标来看，样本主人极大规律感染了疯犬病，而且是传染性极强的变异株。也是变异株，这么一来全说得通了。苏唐，
你恐怕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林明传染了吧？既然你想演，那我就陪你演到底。我倒要看看你们究竟在谋划些什么。沈勋那个王八蛋，不仅让我吃泔水，还差点把老子的命根子给切了。幸好你刚才反应快，不然我下半辈子就真交代在那张手术台上了。起初我也以为暴露了，但你没看见吗？那两个老东西一直在帮我说话。沈西最后不还是把副总裁的位置交给我了？如果他真起了疑心，会把这么重要的位置拱手让出来？有道理，亲爱的，你也太厉害了，不仅保住了我的宝贝，还白捡一个副总。老子就知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等熬过3天后的婚礼，我就能住他的别墅，开他的豪车，花他的钱。嘿嘿，至于他的女人嘛，本来就是我的。瞧你那点粗心。怎么了？可能最近没睡好，眼睛有点怕光，没事儿。沈旭啊，沈旭，你给老子等着！泔水也好，绝育也罢，这笔账老子早晚连本带利还给你。欢迎苏副总。副总裁的位置终于到手，沈勋啊，沈勋，很快你就知道什么叫人财两空了。亲爱的，再忍一下，等到了办公室我就放你出来透气。沈总，您这么做也太冒险了。既然您已经知道那狗皮底下藏着的就是林明，为什么不直接揭穿他们，还要这么大费周章？揭穿，那多没意思。饭要一口一口吃，事要一步一步来。既然喜欢装狗，我倒要看看他能装多久。您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很好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苏小姐，请留步。干什么？你们不认识我是谁吗？敢挡我的路？苏小姐，我们当然认识您，但公司向来有规定，所有进出公司的动物必须佩戴公司统一发放的宠物嘴套，否则不得入内。规定2天后可就是我和你们沈总的婚礼了。那木木自然也是沈家的狗，金贵得很，跟那些乡下土狗能一样吗？但在公司也要按规矩办事，还请您理解一下。都活腻歪了吧？我可是你们沈总的未婚妻，新上任的副总裁，你们敢拦我？信不信我现在就炒了你们？这规矩也是为了员工们的安全着想，更何况您现在已经是集团副总了，更应该以身作则，别让旁人看笑话呀。算了，因小失大可得不偿失了，当务之急是顺利就任才对。行吧，算了，我既然坐上了副总的位置，该守的规矩还是得整守了。把嘴套拿来。还是苏副总明事理。亲爱的，进了办公室就摘掉，听话。苏唐布，不要啊！我的出气口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还有开关？木木，你怎么了？苏副总，这是研发中心刚出的新款宠物嘴套，带有防甩脱功能，一旦上了锁扣，狗怎么甩头都掉不了，特别安全。这套的这么紧，万一憋着我们家木木怎么办？不行，赶快给我取下来。您可真会说笑，它是狗又不是人，您看它的鼻子不是露在外面吗？怎么会憋着？难不成您想说这里面是个人吧？再这么耗下去，林明非憋死不可。算了，先到办公室再说。算了，身为副总裁是该遵守公司规定，以身作则。我办公室在哪儿？快带我上去。亲爱的，你们来了。这嘴套可真服帖。木木，喜欢爸爸给你选的礼物吗？喜欢，木木可喜欢了。但时间不早了，我还是先带木木去办公室吧。一会儿我们坐下来单独对接工作。不用急着上去，我打算让小玉带你在1楼转转，考察一下公司环境，刚好也让木木熟悉熟悉，省得他应激。苏副总真是认真负责，不愧是沈总未来的左膀右臂。那是，我沈家的媳妇向来能干。既然小唐这么积极，小玉，你带着小唐上去吧。
好，走，木木，我们上楼。等等，亲爱的，你瞧我这脑子，差点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。什么？今天是世界狗狗日，公司特意在1楼大厅办了一场宠物友好活动。木木单独在办公室多无聊，倒不如就让他在大厅里撒疯吧。还是算了，木木怕生，我还是先带他去办公。你就别推辞了，来来来，大家都等着呢。哇，这就是沈总家的木木嘛，好可爱啊，毛好软。乖狗狗，来张嘴，姐姐喂你吃进口牛肉干。来来来，看镜头，笑一个。你能不能离我远点儿？老子不是真的狗，别摸我。那肉干别往我嘴边凑，我不吃。小唐，你看大家多喜欢木木，你就让他们和木木玩一会儿。大家平时压力大，难得有机会放松。可是木木他……怎么，你怕员工们照顾不好？放心吧，木木是你的，自然也是我的，我亲自看着，出不了事儿的。木木，乖宝宝，来，姐姐喂你。木木啊，你看姐姐们对你多好，你要是不吃，他们会伤心的。来，给爸爸一个面子，尝一口。啊，好恶心的味道！你他妈竟然让我吃狗粮，老子是人！好乖。黎明，对不起，为了我们的计划，你再忍忍，千万不要暴露啊！沈勋，给我记住，这笔账老子一定会还的。好了，各位，谢谢大家对木木的喜爱，但他已经吃的太多了，我担心会消化不了，大家还是快去工作吧。小唐，你这样倒是提醒我了。咱们让木木活动活动，消化一下怎么样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我们家木木可聪明了，他会好多才艺呢。木木，来，给姐姐们表演一个，转个圈。转圈？沈旭，你当老子是马戏团的猴子？木木，大家都好吃好喝的款待你，但你要是不给面子的话，小心我再把你送到王医生那里绝育哦。好厉害！不错，再来一个。老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羞辱？沈勋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要把这一切连本带利的还给你。不愧是我沈家的好狗，真听话。够了，给我住手！木木不舒服，我要带他去办公室。小唐，狗狗天生就喜欢热闹，你在这儿着什么急？难不成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没啊，今天是我第一天就任的日子，应该以工作为重，而不是带着木木陪大家在这瞎闹。爸妈提议让我来管理公司，不是让我做这些的。行吧，那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大家散了吧。等一下，你可以上楼，但木木不行。为什么？沈勋，昨天可是你亲口答应的，木木可以跟我一起来公司的，怎么现在又反悔了？我是答应过你，但刚接到通知，稍后会有客户来视察，需要你一起陪同。沪宇是医疗公司，自然对卫生要求很高。如果被客户撞见我们放任宠物狗在大楼随意行动，影响可就不好了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把木木锁在办公室里，不让他乱跑的。小唐，你现在已经是副总裁了，要以大局为重。何况公司现在正是关键时刻，绝不能出任何乱子。保险起见，你还是把他留下吧。可是木木他在大厅不也……放心吧，我早就给木木准备好了休息的地方，保证让他舒舒服服的，比你的办公室还高级。
怎么样？全自动恒温宠物别墅，里面吃的喝的一应俱全。木木住在这儿，绝对不会受委屈，你就安心上去接待客户，结束了再来接他。哎呦，天气预报说今天降温，我说大堂怎么这么冷？是啊，木木在这儿会受凉的，还是去办公室待着吧。不用，忘了告诉你，这笼子自带空调，保准让它舒舒服服的。沈总，要不我调高一点？调高一点哪够？为了木木的健康，直接开到最大，暖风30度。好的，沈总。明明穿着那身厚狗皮套，本来就闷得喘不过气，现在还要开诺风，这不是要他的命吗？亲爱的，那个，能不能把空调关小一点？木木毛长本来就怕热，这么高的温度它会受不了的。小唐，你是养狗的人，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？狗会用舌头散热，这点温度对它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难不成它的身体构造和人一样，这么怕热？怎么会和人一样呢？木木只是一只狗而已。对了，差点忘了，光有房子哪够，我还给木木找了个伴儿。小唐，我怕木木孤单，特意让人找了一条品相最好的母狗来陪他。这下你总该放心了吧？不行，木木不能待在这里。既然你不让他上楼，那我就把他送回家，这总可以了吧？小唐，别忘了你现在身居高位，客户马上就到，千万不能因为一只狗而耽误公司的大事啊！小唐，这么好的环境，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难道你和他1分钟都离不开吗？苏唐，你别走。木木，你忍一下，我很快就下来接你。你在这里乖乖等我，千万别闹。苏唐，你别走。苏唐，你回来，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。木木，舒服吗？这可是我给你量身定制的5星级狗别墅，好好和你的女伴在这享受吧。这只是第一步，苏唐、林明，你们不是很能演吗？我倒要看看你们能装到什么时候。给我滚开！你这臭狗，别碰老子！沈勋，你给我等着，这笔账老子记下了。亲爱的，让你久等了，委屈你了。来，先喝口水。委屈？你知道那只母狗对我干了什么吗？它竟然钻进我的……还有那帮女员工，他们摸我头，摸我脸，揪我耳朵，还往我嘴里塞狗粮，还有那笼子，快把我给蒸熟了！老子是人，活生生的人。我黎明从小到大，从来没被人这么羞辱过。小声点，别被人听见。我受不了了！我现在就想冲过去把那只母狗给宰了，把沈勋那张脸踩烂，还有那些女员工全都拖出去喂狗。你冷静点，我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心里郁闷，但别忘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。只要熬过这几天，咱们可就彻底发达了。可老子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你说沈勋会不会已经怀疑我们了？我之前也有过这个担心，但要是他真的开始怀疑了，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坐在这儿吗？放心吧，
沈勋他就是个木头脑袋，不会知道的。也是。今天太阳怎么这么大，刺得我眼睛生痛。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看见阳光就头疼。我看啊，就是天天窝在那黑乎乎的狗皮套里憋的。亲爱的，你可真坏，想拉窗帘那什么就直说，还挑上太阳的刺。你别太心急，如今沈勋得了100%致死的变异株疯犬病，你再忍几天，等婚礼结束，等他彻底病发，寰宇就是我们的，到时候我们想干什么都行。我可没找理由，刚才是真的头疼。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，在公司我还是第一次不入我们失职。苏副总，这是您吩咐拿来的公司财务报表，您过目。这是什么项目？怎么会花这么多钱？您说这个啊，这是沈总亲自牵头的疯犬疫苗研发项目，目标是开发出世界上第一款治疗变异株疯犬病的疫苗。沈总特意下令要加急加快，不惜一切代价推进，所以投入的金额就比较大。沈勋为了让自己活命，还真是舍得下血本。可这些钱以后可都是我，这也太浪费了。行，放着吧，我慢慢看。木木，你也在这儿啊？你可真乖。苏副总，您和沈总2天后就要举办婚礼了，大家可都听说了。不光如此，木木现在也特别火。您看，这是刚才大家拍的视频，他都快成小网红了，真羡慕你们一家人。沈总说了，既然木木这么受欢迎，稍后在您的就职会议上宣布，以后让他每天都来公司当吉祥物，既能陪您，又能提升公司知名度，一举两得。哦，他怎么说话了？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苏副总，他刚才是不是说话了？而且还站起来了，怎么像人一样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听错了，那是他在叫。你没养过狗不知道，木木这个品种的叫声有时候就特别像人说话。至于站起来，他本来就在家里学过站立，很多宠物狗都会这个。我们家木木通人性，他这是喜欢你，在跟你撒娇呢。真的？但我怎么听着就是在说话呀？而且他站起来的姿势也太像人了吧？来来来，你看着啊，木木叫一个给姐姐听。你看是不是像在说话？其实就是狗叫。木木智商高，会模仿我们的声音，网上不也有好多动物模仿的视频吗？可能真的是我听差了，不过这狗确实挺神，连站起来都这么利索。好了好了，说正事儿。你刚才说我的就职会议，什么会议？哎呀，差点忘了，副总裁就任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沈总让您现在就过去，所有高管都等着呢。好，你先去忙吧，我马上就过去。沈旭那个王八蛋，他竟然还想让我每天都来公司当什么吉祥物，老子不干了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迟早要暴露，不能让他再这么搞下去，更不能让他花我的钱研发救他命的疫苗。一会儿的就任会议上，我必须想办法搅黄疫苗项目，好让他早点去死。一会儿的会议上，你有把握？他不是想活吗？那我就让他活不成。这个项目花了公司这么多钱，我只要在会议上带一带节奏，不怕没人跟。好主意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怎么，被折磨的还不够？一会儿你是主角，关我什么事？再说了，这么有趣的场面，我可不想错过。好啊，刚好我要让我的爱人和我亲眼见证这一光辉时刻。苏副总，这是我们的内部会议，讨论的都是公司严肃的议题。您带一只狗进来不太妥吧？是啊，我们理解您喜欢宠物，但开会都要带着，传出去怕不是要让人笑话。各位放心，木木很乖的，从来不乱叫也不乱跑。
我怕他一个人在办公室搞破坏，所以才带在身边，就一会儿，不影响大家讨论。各位，一只狗而已，不影响会议。我们家木木听话的很，对吧，木木？我审讯的狗一直这么听话。审讯居然会帮木木说话，还真是太阳大西边出来了。好了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就开始吧。首先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我的未婚妻苏唐女士将担任公司副总裁一职，大家欢迎。届时我也希望各位2天后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不过现在是公司会议，公事公办。苏副总刚上任，那就给大家讲2句吧。感谢沈总和各位的信任，沈总，出大事了！不要急，慢慢说。沈总，研发中心那边传来消息，疯犬疫苗的项目卡住了，动物试验的数据不够，必须马上做新一轮临床试验，而且紧急需要1只符合条件的实验犬，体型、年龄、健康都得达标。如果找不到，项目将会前功尽弃啊！但现在重新寻找实验犬根本来不及。太好了，这个破项目拖得越久越好，最好直接断掉，省得糟蹋我的钱。亲爱的，要我说，既然符合条件的实验犬没那么好找，与其在这儿耗着，不如趁早把项目停掉，把资源投到别的地方去。符合条件的实验犬。你们看木木干什么？沈总，您家这只狗体型、年龄看着都挺合适的啊。什么？哎呀，我明白了，怪不得你今天非要带着木木来参加会议，原来早就知道需要狗狗做实验。小唐，你也太贴心了。各位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我未婚妻苏唐刚上任副总裁，就这么明事理。她知道研发遇到了瓶颈，知道我们需要实验犬，所以直接把木木带来了。他这是要让木木亲自参加实验啊！这是何等的奉献精神！朱副总果然有大格局，以身作则，用自己的狗做实验，佩服。是啊，这才是我们晃玉的精神，舍小家为大家。不是，我没有。木木是我的狗，它对我来说就像家人一样，我绝不能让它冒这个险。小唐，你现在的身份不是普通人，你是皓宇的副总裁，要以大局为重。这次实验如果成功了，木木就是头号功臣，到时候公司上下都得感谢你，感谢木木。而且实验成功之后，疫苗上市，公司股价大涨，咱们家的日子也能过得更好，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呀。这是什么？苏副总，这是给实验犬注射的兽用毒素，用于诱打疯犬病变株感染。注射后1小时内就会发病，正好可以配合疫苗的临床试验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们不能给木木打这个！沈旭，你是诚心想弄死老子？小唐，我知道你担心，但目前疫苗试剂的成功率能达到90%，你相信我，也要相信大家的专业实力。木木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90%？那不还有1成失败的可能性吗？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他身体不好，体质差，经不起折腾。可是，昨天你亲口在爸妈面前说木木身体很健康的。我只是不想让叔叔阿姨担心而已。要不这样，我现在就去找别的狗来做实验。大街上的流浪狗这么多，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。小唐，我理解你的苦衷，但流浪狗的命也是命。我们沈家既然要当行业的标杆，理应以身作则。你放心，就算真的出了意外，木木也是为科学献身，死得其所。我会以最高规格送别他，让所有人都看看，我沈家不论是人还是狗，都是大义为先。而你马上就要成为沈家的准儿媳了，我相信你有这份格局，对吗？沈旭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怎么就死咬着木木不放？不行，绝不能让黎明哥冒这个险，一旦出事就全完了。
亲爱的，实话告诉你，不是我不想，而是木木他真的不适合做实验。木木胆子小，看见针头就害怕，甚至还会晕针。你瞧他抖成什么样子了？你们不是要体战稳定的实验犬吗？他现在的状态，就算真的进行注射实验，得到的结果也会有误差的。各位都是专业的，这种常识你们应该明白吧？这话也有道理。实验犬体态的稳定性确实会影响到实验结果。没错，万一出了岔子，那实验岂不就白做了？苏唐，你还真的是会临场发挥啊！借口一套接一套，张嘴就来。小唐说的对，木木胆子小，确实不能贸然乱来。对，我作为新任副总裁，当然要有奉献精神，但实在是怕木木应激反应太大，影响实验效果，那就得不偿失了嘛。既然他体质特殊，那就放弃注射实验，换一种方式就好。换什么方式？我记得咱们还有一种口服的诱导剂，对吧？虽然药效慢一点，但也能让实验犬在24小时内感染病毒。什么？你是说要给木木喂口服的？东西拿来了吗？既然木木害怕打针，那就用口服的方式。24小时的起效时间足够我们做准备了。小唐，这种诱导剂是公司刚研究出来的新品，适口性很强，木木不会有任何抗拒反应，而且更方便喂。沈勋，你个王八蛋，打针不行就来惯他，你这是变着法儿要整死我！小唐，你刚才的担心是正确的，但这下别说木木会应激了，他连味道都尝不出来，就跟喝水一样。现在你总该放心了吧？来，别站着了，大家都在等呢。沈总说的对，这种方式对实验犬的刺激最小，数据反而是最稳定的。是啊，苏副总，现在问题解决了，您就别耽误时间了。时间紧急，为了确保木木乖乖吃下去，不能掺在狗粮里，得亲眼看着它咽下去。这样吧，小唐，你亲自来喂。我来喂。当然是你，木木最信任你，你喂，它肯定乖乖吃下去。来吧，大家伙可都等着呢。不要啊，苏唐，这东西很辣，我是会死的。清醒点，是我亲手把毒药喂给你的情人苏唐，这一刀我要让你自己捅。你这是干什么？那可是唯一的诱导剂，公司上下只有这一瓶。我还是不同意，木木不能做实验。今天你们谁都不许碰它。小唐，你至于吗？一只狗而已，实验成功了皆大欢喜，实验失败了那也是为科学献身。你怎么就这么想不通呢？它不是普通的狗，它怎么了？难不成这只狗有什么秘密？我不是不想让木木做实验，而是我觉得疫苗研究压根就是一个错误战略。错误战略？你什么意思？各位，大家想一想，这个项目烧了集团多少钱？半数资金，可产出呢？到现在连林华试验都磕战战。与其在一个前途未卜的项目上继续砸钱，不如及时止损。我强烈要求取消这个项目。
苏副总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其实这个项目是在救人啊，恐怕您到现在还不知道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救人？救谁？亲爱的，你舍得花这么多钱研发疫苗用来救命，全公司除了你，我想不到第二人。该不会是你感染了疯犬病吧？你要是承认自己有病，我就能以送你养病为由，顺利接手公司；要是不承认，也能借机停掉项目，断了你的活路。沈勋，我看你这次怎么接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，我是在担心你。如果你真的病了，那这个项目当然要继续。可如果你没病，那这个项目花了这么多钱，到底是为了谁？得病的当然不是我。我都已经看到了，你还在给我装，嘴还挺硬。既然你自己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别怪我顺水推舟了。那就好，我们婚期在即，我还以为既然大家都平安无事，那这个项目就是白白烧钱，我看停掉也罢。既然有分歧，那就按董事会的规矩来，投票决定。在座的各位，每人一票，同意继续推进疫苗项目的，请举手。张总监，我记得你最重视的那个新药审批项目一直卡在资金上吧？只要疯犬项目停了，预算就能重新分配。我可是很看好你的项目，到时候我亲自为你特批，你的项目不就有救了？这苏副总说的倒是有道理。李经理，您负责的海外拓展，上季度就因为资金不足被搁置了吧？您手底下那么多人等着项目开工，只要疯犬项目季调，我立刻给您调拨资金，优先保障您的团队。您难道不想让项目早点动起来？还是苏副总体谅我们的团队的确等了太久了。还有您，赵经理，您那个团队已经连续加班3个月了，就是为了给疯犬项目做配套服务，大家累得够呛。只要这个项目取消，我第一个给您团队批带薪长假和项目奖金。您忍心让大家继续熬下去？是啊，当初沈总一声令下，要求加快进度，我手下的人可都是连轴转，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。苏副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沈总苦心经营这一切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您现在是打算全都推翻吗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沈总？首先，你只是一个助理，给我端交好你的态度。其次，我作为公司副总裁，理应有这些决策的权利吧。最后，我想说各位，我不是要跟沈总作对，我只是站在公司的角度考虑问题。毕竟钱要花在刀刃上，刚才许诺大家的，我苏唐说到做到。亲爱的，我也是为了公司好，你会支持我的对吧？沈总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小唐，你这么做是会后悔的。我后悔什么？停掉没用的项目，那是为公司挽回损失。你要知道，项目一旦暂停，前期工作就全白费了，再想启动就是遥遥无期了。你这是在断自己的活路。亲爱的，瞧你说的这么严重，什么活路不活路的？公司被拖垮，那才是没有活路。众所周知，2天后就是我和沈勋的婚礼，所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只要为了公司好，一切都值得。各位还是很支持我，对吧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宣布即刻起全面停止疯犬。还没有开始投票，急什么？好吧，那就走一下流程吧。各位，我沈勋做事向来不强求人，
今天既然苏副总这么说了，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。只是你们每个人投出的这一票，将来都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小玉，计票。同意继续推进疫苗项目的，请举手。同意继续的1票。接下来，同意中断研发的，请举手。很好，亲爱的，你也看到了，这是大家共同的意愿，大家也是为了公司好。既然如此，那风犬疫苗项目就到此为止吧。我宣布，华域医药风犬病变株疫苗研发项目即日起永久取消。沈勋啊沈勋，你以为你能斗得过我？没有了疫苗，你就等死吧！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欢宇很快就是我和凌宁哥的。苏副总，今天这个决定真是太英明了。要不是您，我们新药审批项目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呢。张总监客气了，我也是为了公司好，以后您的项目我一定多关照。苏副总，海外拓展那边还请您多费心，我们团队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。是啊，苏副总，以后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了，还要多仰仗您呢。没错，沈总虽然能力强，但有时候太固执了，还是苏副总您懂得变通。各位过奖了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。但我毕竟新官上任，以后公司的事儿还请大家多多支持。一定一定。刚上任，这些老东西已经开始围着我转了。沈勋，你现在一定很后悔把我塞进公司吧？别着急，2天后的婚礼你会更后悔的。苏唐，你就笑吧，趁现在多笑一会儿，很快你就会明白，到底是谁得了病，又是谁亲手堵死了自己的活路。沈总，您看他得意的样子，竟然当场宣布取消了项目，这不就是在断他自己的活路吗？良言难劝该死的鬼，看来他以为得病的人是我，那就让他作吧，作得越欢，摔得越惨。还有那些经理们，现在竟然一个个屁颠屁滴的围着他转，要不是您带他们创办了环宇，哪有他们的今天？真是一群白眼狼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要想人灭亡，必先让其疯狂，让他们疯够了，就该收网。婚礼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和您的父母已经对接过了，婚礼就安排在2天后，请柬也发下去了，宾客名单都已经确认。可是沈总，我实在想不明白，都这样了，您还要娶她吗？娶？为什么不娶？当然要娶。重头戏马上就来了。什么重头戏？我要让这对狗男女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，彻底身败名裂。沈总，恭喜恭喜，新婚快乐！多谢，快，里面请。亲家公、亲家母，可算把你们盼来了，一路上辛苦了。走，咱们进去聊，里面准备了茶点。茶点？我们大老远跑来是为了送女儿出嫁，还是为了吃你们几块点心？亲家母说笑了，今天是孩子们大喜的日子，咱们2家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有什么事儿都好说。一家人？你们沈家家大业大，可真没看出把我们当一家人。苏叔叔，您这话从何说起？我可从来没有亏待过小弟。没有亏待，就凭你们的家业，300万彩礼也好意思拿得出手？300万已经不少了啊！而且小唐已经被安排进公司就任副总裁，我们沈家的诚意摆在这儿。再说了，300万的彩礼也只是个象征性的彩头而已，之后孩子们过得好，小勋的不就是小唐的？你少给我画饼，我这是给女儿保障。再说了，我女儿是什么？名牌大学毕业，不仅长得漂亮，还懂事乖巧，以后还要给你们沈家做牛做马，多少富二代追着跑，难不成就值300万？你们沈家这么有钱，出这么点也不怕人笑话？就是，我们养了20多年的女儿，难道要白白送给你们家？
亲家公、亲家母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大家伙可都看着呢，别伤了和气。现在知道丢人了，我们就是心疼女儿。你们要是真心待她，就该拿出诚意来。我警告你，沈勋，我女儿从小到大没吃过苦，你要是敢让她受半点委屈，我饶不了你。苏叔叔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小唐。嘴上说的好听，谁知道以后什么样？行了，我们先进去了，懒得跟你们在这磨嘴皮子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300万还嫌少？算了算了，为了儿子的婚姻大事，忍一忍。爸妈，你们别往心里去。对了，说到这儿，我要赶紧去看看我儿媳妇准备的怎么样了。婚礼马上开始，可别出了什么岔子。还是你有力气，真是累死老子了。最近也不知道怎么的，身子越来越虚，还总头疼。是不是昨晚没睡好？我这2天也总觉得头不舒服，还是不是流鼻血？大概是忙着婚礼累着了。我看你就是火气太旺，欲望太强。等回头啊，我专门给你补补。还别说，你穿着婚纱让我舒坦，还真别有一番滋味。别闹，弄皱了还得收拾。怕什么？反正等会儿礼成之后，整个皇域都是我们的，到时候你想买多少婚纱都行。只是沈毅那个病死鬼做梦都想不到，他正满心等着的新娘子，这会儿正跟别人在他的婚纱照下。你又怎么了？就是这种感觉，这段日子几乎每天都要来几次，出了门被阳光一晒，还总是头晕恶心。你该不会是怀了沈勋那个废物的杂种了吧？怎么可能？这1年我都没有让他碰过，你就这么不相信我？也是，放心吧，小问题。前段时间我和你一样也是怕光恶心，说不定就是我们太放纵了，身子缺了阳气。来，我给你补补。大白天的怎么还关着门呢？别往那里，婚纱要被你扯坏了。坏了就坏了，反正是沈毅那个冤大头出钱，老子爽了就行。你刚才在跟谁说话？屋子里还有别人？妈，您在说什么呀？房间里就我一个人和木木，我能跟谁说话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听得真真切切，明明有男人的声音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刚才在门外清清楚楚听见这屋里有那种声音，还有男人的动静，但一推门进来就没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女儿偷人？亲家母，你这话可不太合适吧？我女儿还没过门呢，你就这么糟践她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大喜的日子别添乱，小唐多好的孩子，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儿？我没胡说，我真的听见了，而且听得清清楚楚。妈，反正我马上就要嫁到你们家了，你要是实在怀疑我，那就搜吧，衣柜、床底下、洗手间随便搜。我苏唐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不怕人查。你们看看，我女儿多委屈，还没进门就被你们这样欺负，传出去我们苏家的脸往哪搁？就是，亲家母，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。你听见什么了？证据呢？可是，我真的听见了，难道是我听错了？听错了？你一句听错了就完了？我女儿的名声被你毁了，你今天不给我们一个交代，这婚就别结了。亲家公，您先别激动，你别着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……你是什么？你就是在找茬！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你们沈家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，不然我们现在就带着女儿走。爸妈、叔叔阿姨，宾客都到的差不多了，你们在这儿吵什么呢？儿子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刚才真真切切听到这屋里有男人的动静，清清楚楚，进来却什么都没有。
男人。可这房间里不只有他和木木吗？难不成那个男人的声音是木木发出来的？儿子，你开玩笑的吧？木木只是一只狗，怎么可能会说人话？妈，您里里外外也都看了，这房间除了小唐并没有别人，而木木就是唯一的活物。既然您说清楚的听到了男人的声音，那就只能是他了。您要实在不放心，我替您检查一下就好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我确实听见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木木是一只狗，难不成你怀疑我和木木有那种关系？就是，你们听听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哪有你们这么羞辱人的？太过分了！我们苏家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，但我女儿清清白白，容不得你们这么糟践。小唐，咱们走，这婚不结了，让他们沈家自己跟自己结去。亲家母，您别冲动啊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儿子啊，你别误会，兴许就是妈听差了，别因为我说的糊涂话坏了你和小唐的关系。我道歉，我道歉。小气儿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千万别因为这个就是伤了和气。小唐这孩子多好啊，我们怎么可能怀疑他呢？小事儿，我女儿向来懂事听话，那可是贤妻良母的典范。结果你们竟然怀疑我女儿跟狗，传出去我女儿还怎么做人？叔叔阿姨，既然我妈说都是误会，我们自然要补偿。说吧，你们要什么条件？条件？我们家可不是那种趁火打劫的人，但你们沈家今天必须拿出诚意来，彩礼1个亿，少1分都不行。1个亿？你们疯了！亲家母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多？你们沈家几十亿的身家，出1个亿彩礼多吗？难道我们养了20多年的女儿不值这个数？好，就1个亿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妈，这么多亲戚朋友都来了，不要因为这点小误会坏了大家的脸面。这1个亿我出得起，等婚礼结束就打到你们卡上。还是我这女婿大度，不像某些人就知道挑事儿。好女婿，我们没看错你。行吧，那我们就先去会场等着婚礼开始了。小唐，你继续，我们不耽误你收拾。就这么答应了吗？那可是1个亿，你就这么给他们了？行了，还不都是你？要不是你乱说话，能闹成这样？还是少说2句吧。爸妈，既然事情解决了，你们也先去会场吧，我跟小唐说几句话。亲爱的，你也看见了，是阿姨说错话在先，所以我爸妈才，但他们没有别的意思，也是为了我好，怕我嫁给你受委屈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这个我当然知道，你别紧张，一切有我。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？我没事，也许是累着了，最近总这样。小唐，婚礼可以改天再办，自己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？真的不用，为了今天，我们可是等了3年，这种时刻不能掉链子。3年？但3年前的这个时候，我们才刚认识。你说的我们是指？你想什么呢？说的就是我和你啊！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，我就下定决心要嫁给你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别担心了，我真的没事儿。那好吧。哦，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稍后的婚礼仪式上，老家那边还有一些特殊的流程加进来，所以我想让木木也上台参加我们的仪式。什么？你要让木木上台？这不太好吧？木木是狗，万一在台上闹起来……黎明，
你疯了吗？你看，木木多开心。况且你说过，他也是我们的家人，自然也要参与我们这么重要的时刻。就这么定了，环节我来安排。可是，放心，我会安排的妥妥当当的。今天是我们的大喜日子，什么都别想，好好做你的新娘子。这么多人，万一露馅了怎么办？怎么全完蛋？一个废物能看出什么？你想想，我要是上台，该有多刺激啊！沈勋做梦都想不到，到时候站在台上的竟然是他的情敌。等我们拿下公司，我就当着他的面把你从婚房里接走，我要让他到临死前都抬不起头。你可真坏！不坏，怎么配得上你？好了，该上场了。走吧，我的新娘，我等不及要看沈勋的表情了。沈勋，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各位来宾，各位亲友，大家中午好！今天是沈勋先生和苏唐女士喜结连理的大好日子，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莅临现场，共同见证这对新人的幸福时刻。那么现在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新郎沈勋先生入场。沈太太，您这儿子可真是一表人才啊，年轻有为，还这么帅气。哪里哪里，您过奖了，孩子还年轻，以后还要多靠大家提携。苏先生，您女儿真是找了好人家呀，以后您二老就等着享福吧。我女儿本来就优秀，配谁都是绰绰有余。享不享福的，那得看男方有没有良心。男人啊，得疼老婆，光有钱不疼人，还不如嫁个普通人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最美的新娘苏唐女士入场。哇，新娘还带着自家狗狗一起走红毯，好有爱啊！听说这是新娘养的宠物，感情特别好。沈勋啊，沈勋，你站在台上等你的新郎，可你知道你的新娘刚才还在我怀里吗？今天这场婚礼，真是我这辈子最爽的一天。多么感人的画面！新郎英俊潇洒，新娘美丽动人，还有这只忠诚可爱的狗狗，见证着主人的幸福时刻。这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狗随主人福气旺啊！现在，请二位新人在婚书上签字，当这一笔落下，就代表着二位从此不分你我，生死与共，荣辱同担，天地为证，日月为鉴。只要沈勋签下这婚书，环宇的股权我就能随意调配，这一切终于要结束了。亲爱的，我愿意，该你了，老公。签，快签！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。等一下，这字我还不能签。你怎么了？有什么事情稍后再说，你快签字，大家可都看着呢。小勋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么多亲戚朋友看着呢，别让人看笑话。怎么这么多事儿？我女儿嫁给你也算是你的福分，你可别不知好歹。这婚书上我女儿都签了，你还磨蹭什么？该不会是你觉得1个亿的彩礼太多，想反悔了吧？当然不是，彩礼的事儿我沈勋说到做到，1个亿，1分都不会少。只是小唐，我们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什么事能比结婚还重要？
你快把字签了，之后的事我们可以下来好好说。这件事很重要，必须现在办，否则这婚期贴了也不作算。各位亲友，我们沈家之所以有今天的家世，全靠祖宗福印蒙照。因此，祖上传下规矩，大婚当天必须让家中动物参与仪式，告慰祖先，祈求保佑，这样才能签下婚书。否则就是对祖宗的大不敬，婚姻也不会长久，甚至会招来灾祸。这规矩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再说了，这现场哪有什么用来祭祖的动物？这不就是现场的吗？你要宰了木木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绝不会用木木的命开玩笑。以前在乡下的确有杀鸡宰羊的传统，但现在是文明社会，这些血腥的规矩还是算了。再说了，木木这么可爱，我怎么会舍得？不过有些流程还是要走一下的。小玉，把东西拿上来。这是要干什么？架势也太大了。再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沈家竟然还搞这一套！你疯了？你要让木木跳火圈？沈勋，你玩这么大？你们沈家到底什么意思？婚礼前你们可没说有这一招啊！这火圈是什么东西？这高台又是什么东西？拿我女儿养的狗去跳火圈，你们安的什么心？是啊，这也太过分了！这里是婚礼现场，不是乡下杂耍。奇怪，我也没听说过老家还有这种。沈叔叔，您忘了，您还专程叮嘱过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不能破。哦，对，是有这个习俗，我差点忘了。你看我这记性，年纪大了不中用。没错，这是我们老家的规矩。咱们老家什么时候有这个规矩了？小勋这孩子到底要干什么？这可是婚礼现场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。别问了，看看再说。小勋不是没分寸的人。小唐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沈家的规矩就是这样，入乡随俗嘛。既然你要嫁进沈家，就得守沈家的规。快让木木走一下流程，跳过去就行了。然后我要赶在婚书上签字，之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这种环节你怎么也不提前跟我商量？刚才在化妆间我就说了啊，而且你也同意了。我问你的时候，你不是点头了吗？可是你没说要跳火环啊！你瞧把木木吓的，既然是走形式，拍张照片做做样子就行了，何必动真格的？再怎么说，木木也是我一手养大的，这件事我不同意。小唐，你真的多虑了。人看着害怕也能理解，但木木是狗又不是人，它体型这么大，腿这么长，这种高度的火圈对它来说小菜一碟，很轻松的。那也不行，大不了现在再找一只狗来，我可以等。凭什么要让木木冒险？老实说，我之所以选择木木，也是为了它好。你想想，狗狗跳火圈，寓意生活红红又火火，也能让木木沾沾咱们的喜气，保佑它以后健康长寿，这是它的福气。沈总说的也有道理，这火圈看着吓人，但其实对狗来说就是小菜一碟，又不会要了它的命，犹豫什么呢？就是，毕竟是家里的习俗，入乡随俗嘛。沈家这么大的家业，有些特殊规矩也很正常，而且要求也不高。新娘也太娇气了吧，一只狗而已，这还没过门呢，就这么矫情，以后还得了？小唐，既然他们沈家说了这是最后的规矩，那就顺了他们的意，别耽误了后面的事情。彩礼可是有1个亿呢，可不能因为这个黄了。是啊，一条狗换1个亿也算值得。再说狗的弹跳力这么好，跳个火圈能有多大事儿？你们，沈勋到底想干什么？难不成他发现了黎明的身份？也不可能。如果发现了，他为什么不直接揭穿，还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？我不能慌，不能慌。小唐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木木一定会没事的。你不是一直想嫁进沈家吗？难道在你心里，我还不如木木？或者说，一只狗比我这个未婚夫还重要？怎么会？你当然比木木重要，只是……小唐，没时间了，
吉时已经到了，要是再拖下去误了吉时，婚礼就只能暂时取消。下次的黄道吉日，可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苏唐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他呀！这要是跳过去了还好，但要是跳不过去，老子不就变成考全人了？3年了，3年都忍下去了，最后关头可千万不能出岔子。一旦婚礼改期，中途再出现变数，那我们做的一切就功亏一篑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能拖。凌明哥，为了我们的未来，你再忍这一次，最后一次。木木乖，不怕，过了这关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冒险了。既然你说这是你沈家的规矩，那我们就照做就是了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我既然选择嫁给你，就守你沈家的规矩。木木，我们上去吧。凌明，这是我们好不容易等来的机会。你想想欢愉，想想那些钱，想想我们以后的日子，今天就全都靠你了。好，老子豁出去了。这是最后一次，婚前天了，家产到手，老子要让你跪着看老子睡你的女人，花你的钱，拿走你沈家的一切，让你生不如死。好，不愧是我沈家的狗，就是有勇气。各位亲友，给我们木木鼓鼓掌，加加油！木木，不用怕，跳过去，跳过去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啊！着火了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好烫！好烫！烧起来了！火烧起来了！来人啊！快救我！快拿水来！什么声音？是谁在说话？我听到了，是木木，是木木在说话。我也听到了，狗竟然说人话了！真是，难道这只狗成精了？沈总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在火圈上涂抹了特制火油。这种火油燃烧的火焰对人工毛皮十分敏感，短时间就能快速升温。很好，这份礼物就当是送给素未谋面的林明一份大礼。装了3年狗，也该见见光了。人，这狗竟然是个人，是个大活人！天啊，人扮的，这狗是人扮的！小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里面怎么是个人？是啊，它不是你的宠物狗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沈旭，你是故意的！大喜的日子，出人命可就不好。来人，给我们家木木好好灭灭火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着？沈轩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要害死老子吗？我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？你不是木木吗？不是一只狗吗？怎么会是个人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沈轩，你是故意的，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你一直在跟我们演戏。故意？我故意什么了？我只是按照我们沈家的规矩，让木木跳个火圈而已。至于木木为什么会是人，这个问题应该问你自己。你养了3年的狗，是人是狗你不知道？对啊，小唐，这人是谁啊？你养的狗怎么变成人了？既然木木已经现了原形，那你是不是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藏在狗皮下装狗的人究竟是谁？算了，还是我说吧。你在我家生活了这么久，也和我相处了这么久，
但我们终究还是见面了，应该算是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你说是吧，林明？小薛，你没说错吧？你说他就是林明？林明，那不是小唐的前男友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给我们说他在3年前疯犬病发死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，还披着狗皮？是啊，当时我们还特意陪你去扫墓，他的墓碑就立在西山陵园里，这可是我和你妈亲眼见到的。难不成是死人复活了，然后还装成狗混进沈家？这也太吓人了。死人复活，那你们还真是小瞧他们。3年前，林明假借疯犬病发死亡，让苏唐趁机接近我。不得不说，你们的想法还真是别具一词。我呸！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你还真是嘴硬。小玉，让大家伙看看吧。你怎么会有3年前的视频？我找了最厉害的黑客，用技术手段恢复了3年前西山陵园的监控视频。那座坟里埋着的，从来就不是他林明本人，而是真正的木木。小唐，我们可是你亲生父母，你竟然连我们也骗！苏叔叔，您先别着急，你口口声声最乖巧的女儿，还有更精彩的事情在后面。至于林明本人，穿上了这身狗皮套，装成宠物狗，大摇大摆地混进了我家，吃我们的，喝我们的，还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做出那种羞耻的事情。我说的没错吧，苏唐？这也太不要脸了！一个大男人钻进狗皮里，跟人家未婚妻同吃同住，这算什么玩意儿？就是伤风败俗。还有苏唐，看着文文静静的，居然干出这种龌龊事儿。所以，我刚才在房间外听到的男人的声音是真的。苏唐，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！这么处心积虑，又是假死又是扮狗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还能为了什么？他们费尽心机取得我们全家的信任，为的就是今天。等我在婚书上签下字，好名正言顺地夺走沈家的家产。沈勋，你少给我泼脏水！我是骗了你没错，林明也的确没死，但就凭一段监控，那能说明什么？就是，我们是清白的。清白的。小玉，那就再放一段更有意思的。亲爱的，3年前你装疯犬病发假死，我趁机靠近沈勋，现在又让你天天钻进这身狗皮里，实在是委屈你了。等他婚礼那天，在婚书上签下字，整段好语就是咱们的了。到时候我住他的别墅，开他的豪车。至于他的女人嘛，本来就是我的。至于后面的内容，想必也都能猜到了。我就不在这儿脏了大家的耳朵了。沈旭，你竟然在卧室里偷偷录音！叔叔阿姨，这就是你们口中乖巧懂事、清清白白、配谁都是绰绰有余的好女儿。这福分，我沈家消受不起。我们苏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我看这婚不结也罢，你们马上就去离婚。我沈家不要这种恶毒的儿媳。离婚？可惜了，来不及了。沈毅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各位还不知道吧？沈毅得了疯犬病，变异株，100%致死的那种，他没几天能活了。至于环宇集团，别忘了，现在的副总裁是我，你们的宝贝儿子，马上就是个死人了。儿子，
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可千万别吓妈呀！好端端的怎么会这样？你真的得了那种病？当然是真的，报告我们都看过了，白纸黑字，千真万确。本来想签完婚书名正言顺接手，是你非要撕破脸。听见没有？沈信要死了，那沈家的产业不就都是我们家的了？那可比彩礼多得多啊！太好了，想不到老苏家有一天也能飞黄腾达。你们苏家还是人吗？彩礼1个亿，我家待你们不薄，你们就这么落井下石，良心让狗吃了！我们真是瞎了眼，怎么就选了你这种儿媳妇？放心吧，念在咱们情分一场，等沈勋死了，我会给你们找个好去处的，比如扔到山里去自生自灭。放心，我作为曾经儿媳会常去看你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我以后不就是林董了？这还真是苦尽甘来呀！老沈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！你没事吧？苏唐，你该不会到现在还以为得病的人是我？不是你，难道是我啊？你先前不小心落下的那份报告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还真以为能瞒得住我？那份报告的确是我落下的，但那不是我的，这份才是医院最新出具的。你好好看清楚最上面那行写的是谁的名字。不可能，上面写的怎么是你的名字？难道得病的真的是我？小唐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报告上怎么是你的名字？你不是说沈勋得病了吗？昨天我拿了你的头发送去最权威的检测中心，结果很清楚，得病的人自始至终都是你。怎么会染上这种病？不对，沈勋，你胡说！我对狗毛过敏，从来不和动物接触，怎么可能感染疯犬病？是啊，你的确不接触猫猫狗狗，但你别忘了，这种变异株疯犬病是通过体液交换传染的。你和林明之间做过什么？不用我都用说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林明，你手臂上那道疤是怎么来的？应该还记得吧？是前段时间在路边被野狗。你的意思？这是畜牧局出具的报告，那只野狗患有疯犬病，你早就被感染了。苏唐的病就是你传染的。怎么可能？难道说我也要死了？明，真的是你，是你传染给我的！你少听他胡说八道，他在吓唬你呢，没有的事儿。发光、咳血、头晕、恶心，这些都是疯犬病的症状。还有那份报告写的就是我的名字，都怪你，我完了，你瞅我发什么疯，老子又不知道。要不是天天找你私会，我能被野狗咬？不过巧的是，那只野狗后来被送到了环宇进行了疫苗试验，现在已经康复了，活蹦乱跳的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那款疫苗这么的厉害，一定可以救我的命，对吧？求求你给我打上，救救我好吗？是啊，沈勋，我也要打，打完我马上就滚，再也不出现在你眼前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救我这一次吧。苏唐，你该不会忘了吧？疫苗项目已经被你亲手停掉了，那只野狗注射的疫苗就是最后一支。儿子，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
你们这是咎由自取，真是吓死我了！儿子，幸好你没事。没错，自作孽不可活，你们有这个下场，怪不得别人，都是自己做的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！你身上有传染病，我还有一家老小呢，你离我远点！就是，赶紧走，别把病传给我们，谁沾上谁倒霉。你们俩可真行，干出这种缺德事，还带着病来祸害大家，活该！妈，你们帮我说说话呀！帮我求求沈勋，求他救救我！我不想死，我现在只有你们了。你们躲我？你离我们远点！我和你爸还没活够呢，别传染给我们！妈，我可是你女儿啊！他们嫌弃我就算了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女儿，就凭你干的这些事儿，老苏家的脸都被你丢完了，你也配当我女儿？我没你这个女儿，爱去哪儿去哪儿，我们不管。沈总，既然真相已经公之于众，那这2个人您打算怎么处理？我已经将情况如实上报了，不用我们动手，会有人来处理的。干什么？我们是传染病隔离所的工作人员，接到报告，这里有人确诊了变异株疯犬病，我们要把人立即带走隔离。就是他们2个，快把他们带走，别染到我们身上了！老公，别让他们带我走，要不然你把我带到实验室吧，我可以等。等你再研发出疫苗，第一个打给我就行。算我求你了。是啊，我们可以等的。沈勋，你不会见死不救的，对吧？我之前很明确的说过，这个项目一旦中断，之前的努力就全都前功尽弃了。再想重启，遥遥无期。就算我现在宣布重启研发，以你现在的病程进展，也撑不到那一天。少啰嗦，快点把人带走。沈勋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你早晚会做报应的，你快看，我等着！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迟与来早。看来一切都结束了。沈总，既然事情都解决了，接下来有什么安排？各位，很抱歉今天让大家看笑话了。他们2个是罪有应得，没错。但那些因为爱护小动物而不幸感染病毒的人，还更需要我们的帮助。既然之前已经有了成功治愈的案例，目前也只有我们环宇具备研发这种疫苗的能力。我决定，即日起，环宇集团将重启疯犬变异株疫苗的研发。沈总大义，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，这才是大家的表率啊！说得对，为了大家，为了社会，沈总好样的！各位来宾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好医药集团总裁沈勋先生上台宣布这款划时代的产品。感谢各位不远万里来到今天的峰会。我宣布，经过300多个日夜的连续攻关，黄宇医药推出的全球首款疯犬症变异株疫苗正式研发成功，即日起面向全球上市。好，这将是人类对抗疯犬病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呀！妈妈，我怕疼，我不想打针。宝贝，别怕，打了这个针，以后你就可以放心的和小动物玩了。抱路边的小猫，摸邻居家的小狗，就都不会生病了。你不是一直想养一只小兔子吗？打了针，妈妈就给你买。真的吗？那我不怕了，我要打，我要和小猫小狗做朋友。小朋友真勇敢，来，深呼吸，一下就好。真好，有了这款疫苗，以后大家再也不用担心被传染疯犬病了。
那些因为爱护动物而失去生命的悲剧，再也不会发生了。你说的对，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值得。荒宇的存在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救人。只要能救千千万万的人，再难的路我也要走下去。我也会一直跟着您，为了心中的爱和正义。对了，沈总，我刚才接到通知，上个月启动的癌症靶向药已有初步进展，研发中心请您稍后过去验收成果。进展比预想的快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。